对吧？你觉得我今天这件衣服有没有一点艺术气息啊？那是谁选的呢？原来是这样。我今天跟你要聊一聊一个艺术的话题，因为啊，大家你看，不管是中国过来的家长还是本地的朋友，都会说国际学校他们的教育是很轻松的，好像小孩学不到东西嘛。我们到大马的第2天认识第一个这里的朋友就这么告诉我们了。那是不是这样呢？我就从我最近参加 Wilson 的一次学校的活动，你看又是我一个人去的，最近你怎么不关心小孩啊？就是让我一个人去。这不是为了让你塑造成一个好爸爸的形象吗？应该说是360度全方位的展示。我就参加了他们的一个艺术活动，是小孩子啊学了1个学期的乐器啊。那音乐老师呢就说这是最后一节课，也是考试，把他们请到他们的一个叫 Black Theater 里边啊，让小孩一个一个上来表演，我就去参加了。你没有去吗？这个事情呢，我的感想也好，整个过程也好，我什么都没跟你说，留一个悬念和观众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啊，你小时候也是学过钢琴的，对，你是极其讨厌嘛，每次练都是很痛苦的。我也学过乐器，那你痛苦吗？我还好，我不是很痛苦。我以为也是说啊，我请你们去看一下，像我们在中国经常参加小学的所谓叫汇报演出，那小孩子们学的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个目的，一个像家长的一个表演嘛。难道不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为什么？而且我的感想也更超出了这个认知的范畴，这就是我觉得有意义的。为什么啊？我先说我不是，因为上来你看老师跟他们讲好规矩，今天要怎么样子去做，跟家长倒是没有怎么来招呼我们，就说啊不好意思啊，你们等久了啊，我跟孩子们再说一说。他这个小孩说注意啊，待会儿啊你们的乐器还是冷的啊，你们要先暖暖身，嘴巴一定要保持湿润啊。记住今天的关键词 composure 啊，就镇静。来跟他们讲乐器放好啊，上个礼拜谁 smash 了这个乐器非常不好，跟他们讲待会儿开始之前你们一定要 blow a note，你要吹一口，为什么呢？因为你就知道说你可以正常的发出这个声音。我在想为什么老师挺认真的嘛，直到他放出一张图，也有一个同学开始了他的考试以后，我突然明白了。你到那边去一看，发现是一个考试加展示的过程。对的，是这样的。他们考试就一个一个上去吹，是广播里面会放。你现在我来吹主歌，你跟着我把副歌吹出来。我看到。接下来是我把副歌在广播里放出来，你呢把主歌给吹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老师在开始之前，在上面也放了一张图，跟家长稍微说了2句。你看那个图，我可以把它放在屏幕上，很多单词的一个叫词云吧，就把很多单词都叠到一起。你有看过吗？我有可以给你。没有看过，但我想翻译一下，就大概它这里面那些词，老师说这就是我们这学期注重的一些要点。它里面有什么？你看啊，坐姿、意义、细节、冷静、眼神接触、团队协作、彩排。就小朋友一边在演啊，我在看着这张图，一直整个过程都是挂在这个上面。我就在想，对呀，难怪要他们排练乐器。你想，学习乐器的过程是不是就是一个掌握某一种挺难的东西的技能的过程？你从身体该怎么做，要把它给记住，要跟团队配合啊，从完全接触一个新东西到把它熟练的掌握下来。那随着小朋友的表演就更是了，你知道一旦他们开始表演，上来的小朋友很紧张，甚至有一个这个学期新来的小朋友，我看他的2个脚是脚心向内的，腿都在哆嗦，然后咚一下就跟大家鞠了一个躬。那时候也是很紧张的，手都在颤抖。有些小朋友你可以看到上面他的背在颤抖。看了第1个小朋友以后，我突然明白老师为什么把大家叫来了。我想讲给你听，是因为让他们在上台表演完成这一步，也是老师让他们去训练的重要的学习过程。OK， 学习的是什么呢？学习的你不单单要会吹，你还要在众人面前只有1次机会的情况下把它给演奏出来。因为我看到小朋友这么紧张，我看到他们上面有可能会吹错，还有啊，他们一旦表演完，下面的小朋友呜就这样给他们鼓励，真的有家长鼓掌。这完整的一个 performance 是不是也是练习跑到终点
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我这时候才理解老师为什么让他们经历这些过程，我也进一步理解OK， 老师在黑板上打的所有的这些词都是他们要去经历的。你说学一个东西真不容易啊。我进一步又去想 OK， 那为什么又是学乐器呢？包括他之前我还放过一个节目，就他们学表演嘛 drama， 你还记得吗？对。那时候你也问我说为什么搞这些艺术的表演，我突然发现让小孩子做所有的事情按照3个维度来说，第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技术难度，就你要就说经过训练才能掌握。第二个呢，你做这个事情能否全神贯注的去做。第3个，你是否会注入情感。就这3个，你会发现做所有的事情其实会分的。比如讲你让孩子做作业，作业有难度嘛，那它有技术难度啊。作业有可能全神贯注，有时候并不需要完全全神贯注就能做，但是你做作业不会注入情感。你说运动滑雪打球，它可能前2个都需要，一定是全神贯注的，一定是需要一些技术的，但也是不会注入情感的。但你看他们国际学校教的这2样东西 drama 和乐器，小孩子吹的时候，这是我在 Wilson 身上感受到的。我可以放一下 Wilson 怎么吹的，虽然也很简单，他是1个学期就学到了这个程度，但我发现他吹的时候通过气息的控制，通过自己的眼神非常专注的在看，有一点点的好像随着韵律在，我是可以感觉到他是注入了自己对音乐的欣赏和这种对美的体味这样的一个情感进去的。实际上做多少事情才会有这样的一个这3种兼备的一个体会啊，其实是很少的嘞。而我们通常会觉得国际学校教育是很轻松的，教学是很简单的，是不是因为没有去看到这些美学的音乐啊表演啊，它也是一种教育，甚至于也是对孩子未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那肯定是嘛。传统的我们的中式教育里面，我认为一直缺少的一环就是叫美育。这所谓的美育就是关于美的教育。这个美的，我认为从像他们乐器欣赏课里面，首先你要去看到美的东西，作为教师来说需要给他展示世界上存在美的东西。第二个可能会给他机会让学生去了解说为什么这样东西是美的，让这个学生自己去体会。我觉得在学习乐器的过程当中，也是这个教师让这个学生去明白说练乐器这件事情本身就充满了美的仪式。比如讲说你前面那几个关键字里面讲到了身体的姿势，那为什么要把姿势要挺好？这是为了上台要表演，这个也是愚人乐己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外在表现形式，对吗？还有接下来你看他的考试，也不是像我们传统的中国的考级，你就到那个考官面前巴拉巴拉把你的曲子弹完就可以，它不是哦，它这里面是典型的你要跟着这个 instruction， 而且它的考试的这样一个曲目，它是后面做成了伴奏，你是要和着这个伴奏你穿插进去，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在考验他的一个节奏感，还有他的音高音准。因为你这个管弦乐器的音高音准都是孩子们自己通过他的气息来核定的，事先要调音的嘛，对吗？就这个里面有太多，我觉得是把演奏的这样一个东西浓缩在这样一个课程当中，演奏艺术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挺伟大的一个教学了。对，这乐器真的是一个挺难的东西，所以老师通过1个学期短短的时间，让他们重新开始掌握它，熟悉它，还能把它给表演出来。难怪我就理解了，老师在旁边是非常认真的辅助他们说，你现在开始了，注意啊，先嘴巴湿润一下，准备好了吗？冷静啊，发一出声音出来，好，开始带他们有一次做一个难的事情，并且能够成功，给他们许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你看，我觉得这就是学习啊，因为等他们长大以后，万一我觉得他们要创业啊，万一他们也去做任何一件难的事情，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再上来，他会知道如何找到他所需要的资源，他会知道要具备什么样的技术，如何全神贯注，如何把自己的情感给投入进去，他不会觉得陌生了。
这个是教育本来的目的，所以我很 appreciate 这样的一个教育。我也不觉得只是刷题、反复做题拿到在学术上的 A 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是啊，你说有的孩子上台很紧张，我觉得这个过程也是我很欣赏的。老师制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让孩子们在上台前去全然的感受，还有去经过和经历自己的恐惧和战栗。那不管你最后是被这个恐惧和战栗打倒了，还是你去打倒了他们，最后呈现出这样一个表演，我认为是个很珍贵的机会，而且是把这所有的 settings 都搞得这么的正式，还邀请了家长，可以说是把这样的一个恐惧和战栗的一个环境制造氛围拉满了。我很高兴孩子们在这个年岁就可以体会到这点，因为对我来讲的话，我从来没有在自己练习的过程当中有这样的机会去展示，而且我相信这种机会多了的话，他们可能就能够去适应，而且能够和自己的恐惧和战栗共处，有的人可能甚至是能够超越他原本的自己，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对，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学习，而不单单读书是学习，它更难教也很难学，那可能也是他们学校提倡叫 visible learning 的一个原因。对啊，原先叶枫有一集我也印象很深，他提到说他的儿子在里面也学乐器，很多东西都是蜻蜓点水。那我现在更多呢把它理解为是学校的教育的一种优势，因为它有机会让你什么都能够接触，引出来找到自己的兴趣，这种隐而不发的状态。对啊。就你想，最近我看的这个乐评节里面学到一个新的词啊，关于这个音乐的赏析来说的话，所谓的内行看的就叫 musicianship。那很可惜，这个 musicianship 目前在中文里面并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翻译。但是大家看这个词的构成，我觉得它也是一个 compound word。musician 音乐家，他是具备的这样一个音乐的技能去驾驭一个乐器。ship 它更多是我觉得是一个道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高手是到了一定的境界，是在把他的这个道不以一种炫耀的方式融入个人对作品的理解之后，能够很轻松的驾驭的技能，又能够去传达个人的感情，最后能够和观众引起共鸣，可能是到了这一层的境界。那我想这个就是这个学校目前在做的这样一个事情，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让孩子们去体验说 musicianship 是什么。是，所以希望对他终身受用，这当然是一种学习。 OK， 对，我很感谢这边打开了另一扇门，我也很感谢有这样一个老师，因为经常听儿子回来说，我们的这个英语老师真是太厉害了，他能够把一首歌改得完全不一样，他怎么这么厉害，而且他怎么唱歌怎么会这么好听，好听又很 nice。 对，我很感谢老师能够给他们看到美的东西，能够言传身教，让他们自己亲自去成为创造美、自己体验美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